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些先锋王国究竟报名了什么地图，1093到底有没有报名 KVK 呢？那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1093他们王国究竟变成怎样了。那在之前的影片中我跟大家讲过93他们有说之后会变成单独一个联盟的王国，还有就是有提到他们的管理层似乎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这个是来自另外一个之前在1093待过的一个主播所透露的东西，还有他们王国里面的一些管理模式进行了一些更改，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了。在我之前的影片中各位可以看到他们拥有7000万战力的玩家总共是244位，就算是计算8000万战力的玩家都有232位，但是如今他们剩下7000万战力的玩家只有176位，剩下8000万战力的玩家只有170位。玩家的数量确实是已经大幅的减少了，但是我们要看的主要是 KVK 报名的玩家究竟有多少位，因为有些玩家可能他们的战力有这么高，不一定会有报名 KVK 的。可以看到他们主联盟这边报名的玩家总共有131位，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些战力比较偏高的玩家，就是比较正常的玩家啦。还有一些玩家是来自 93X 这个联盟的，那这里比较多都是小号的名字啊，还有一些玩家可能战力会比较高一点点，但是也没有高多少，都是没有超过1亿战力的，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这一次并没有把所有玩家都拿去参加 KVK， 他们更多的是携带更加多的小号去参加战斗而已，所以有可能是考虑到如果他们携带太多战力高的玩家去参加 KVK 的话，可能匹配方面又有一些问题，可能外交方面又有一些问题之类的，所以他们才采取这个方式去进行报名。那这个报名方式呢，其实他们在以往的 KVK 也是有这样子做过。还有一些玩家就是系统所选择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些玩家的战力有些还是挺高的，都是有超过1亿战力，这个要接近2亿战力了，基本上超过 1.5 亿战力的玩家就已经有7位了，超过1亿战力的玩家这边算下来大概有接近20位左右，然后还有一些9000万的，剩下的全部都是一些战力比较偏低一点的账号。所以他们所报名的地图就选择了英雄战歌这个地图。下一个王国2489，他们是分成了2条路线，那其中一种路线呢应该是跑去种田啊，所以如果你们 KVK 匹配到这条路线呢，就真的有点惨了但是可以看到2489他们是分别选择了2个联盟，加起来的人数还是挺多的，但是可以看到他第2个联盟其实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农场账号，全部战力都普遍比较高一点啊，都是有超过2000万以上的，所以他们这一次打 KVK 呢是准备了超级多的小号，你们可以看到非常恐怖基本上整个联盟都是小号啦，它战力都不会太高。那主联盟呢主要就是他们那种战力比较高的，这里还有包括坤哥，他也是回归了2489。坤哥的账号呢其实实力是跟98接近的，就是讲他的专属铭文也是非常多，装备军器都很好的，所以这一次坤哥的回归呢也是给489加强了一些。不过总体上来看呢，如果他们这边报名的名额真的是有146位全部都是主账号的话，其实他们的实力会比起1093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可以看到这边下面其实比较多的是一些小号啦，所以它并不是全部都是主账号的，可能有大概10个账号到20个账号左右，全部都是一些农场账号。至于系统帮他们选择的账号就只有这4个而已，这4个账号其实不会影响到他们太多啦。同时间他们报名的地图也是英雄战歌。下一个要说的王国就是1606，但是你们可以明显看到1606他们报名别的地图奥尔良之围了。为什么他们会报名别的地图呢？我个人推测就是他们不想要卷入这个先锋王国的 KVK， 因为1606他们现在的实力比较起这种大先锋呢其实是相差悬殊的，他们在之前有不少的玩家已经移民离开了，然后他们这一次报名 KVK 是真的逼不得已，这个 KVK 报名他们已经是不能跳过了，它的时间点是跟2359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一次必须得报名。但是可以看到他玩家报名的人数呢，其实我看了一遍，他整个联盟里面有大概1/3的账号呢基本上都是小号来的，就讲不是主账号，所以如果跟前面2者比较起来的话，他们的实力是相差比较远一点的。至于另外一个第2个联盟呢，这边的账号几乎都是小号来的，
所以他们报名这个 KVK 有比较大可能就是让这些小号进去里面种田啊、发育啊，之后的情况才来打算。目前他们王国超过8000万战力的玩家只剩下107位，超过7000万的玩家就只有109位而已。下一个王国3308是肯定会报名 KVK 的，然后他们报名的地图就是英雄战歌。那目前3308跟2359呢，他们是最强的先锋，目前为止。那他们的主联盟呢，这边基本上都是他们的主战力啦，就是战力都是偏比较高一点的。小号的话也是有，但是也就只有这几位而已，多数还是主账号。另外第二联盟这边全部都是小号，毕竟他们打的是先锋战局啦，需要准备一定的小号才可以在 KVK 中帮忙补兵，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之类的。但是跟前面3个王国所看到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们还有准备第3个联盟，第3个联盟里面全部都是小号来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次小号的准备量呢是十分充足的。毕竟他们要面对的敌人就是2359他们的实力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打起来的话应该也是要打挺多天的，所以准备多一点小号，做一点工作会比较好一点啦。然后剩下这些零零散散的账号啦，至于系统帮他们选择的账号呢，也是偏小号居多，所以影响到他们 KVK 的情况会比较没有这么明显。目前他们王国拥有8000万战力的玩家有152位，7000万战力的玩家有154位，只是让我没有想到他们这边的玩家数量其实还是比起1093还要更少一点啊。下一个王国2359，他也是选择了英雄战歌，所以有极大可能这4个王国会在这个地图里面碰面但是也要看官方会不会把他们匹配成功。他们也是分成了2个路线，但是可以看到其实他第2条路线战力会比较高啦，所以他第1条路线其实不是他们的主战力，第2条路线才是。那么同样的，他们第1个联盟呢，全部都是他们的主战力啦，就是战力比较偏高的账号，就只有2个账号是战力比较偏低的，其中就包括这个账号，还有这个账号是没有超过5000万的。他第2个联盟这里也是有穿插一些战力比较高的玩家，但是也就只有几位而已，多数都是一些小号。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一些之前960的玩家，他们携带了蛮多的小号加入这一次的 KVK， 但是可以看到笔筒他这边是非常夸张啊，他的小号质量是很高的，我有看过他的小号，但问题是笔筒其实他的主账号并没有在2359，他是已经移民到别的地方，而且笔筒之前说弃坑了，所以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有可能他只是玩小号，又或者是他把这小号交给之前960的玩家了也说不定。还有包括 Canada 他的小号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们这些应该是有专门去找人帮他们去补兵之类或者是管理之类的。再来就是3672其实他们是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次的 KVK 报名，但是他们选择了去报名这一次的英雄战歌，也是想要跟这一次的先锋王国一起对决啦。至于他们王国方面呢，也是可以看到他们带蛮多的小号联盟，但是之前我跟3672的管理层聊过啊，其实他们的玩家普遍都比较偏心一点所以如果是说玩家的质量的话，可能没有比起前面那几个王国还要来得更高，比较多原住民啦，并且从这边你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就连主联盟也是穿插了蛮多的小号在后面的，因为这边基本上都是小号，下面还有不少的小号也是穿插在里面。如果从肉眼上看下来的话，他们这边放小号进来的数量大概有1/3左右。至于第2个联盟、第3个联盟几乎也是小号来的，但是他们的小号战力就没有这么高了，比较起2359是比较偏低一点的。在他们的王国里面，超过8000万战力的玩家就只有102位，如果是超过7000万战力的玩家，总共有105位。其实他们的等级相当于606而已，只不过606跑到别的地图啦，所以有很大可能3672会成为某一个顶级先锋王国的配件。最后要提一下这个或许没有太多玩家去关注的王国1981，可能讲出来大家都会比较陌生，但是如果你们看到这个玩家的名字应该就比较熟悉了吧他就是首个拥有专属定制城市皮肤的玩家 Itachi 的王国，并且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王国超过7000万战力的玩家总共是有152位，超过8000万战力的玩家有150位，就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掉的隐性先锋
锋王国，可能是2359跟3308的名气太大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凸显出来吧。会提到他们是因为他们这一次也是报名了 KVK， 而且是英雄战歌的 KVK，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次报名英雄战歌的先锋王国其实是已经足够去参加奥尔良之围了，所以我也不排除有很大可能系统会把他们从英雄战歌全部搬过去奥尔良之围。当然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英雄战歌匹配成功，但是某一些先锋王国可能没有办法报名成功，他们要等到下一次 KVK 才可以再继续报名。至于他们这边联盟报名的情况呢，也是有分成好几个联盟，主联盟看下来也就只有大概不超过10个账号是小号，多数全部都是主账号，战力都是比较偏高的。第二个联盟全部都是小号，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小号的质量其实算比较偏高一点的，战力都是普遍比较高的，所以很大可能他们或许会跟3308还是2359抗衡，1981会实力比较偏高一点，可以跟3308他们打，所以我也是蛮期待他们这一次 KVK 的表现呢，因为我之前都没有什么关注到1981。那么以上就是各个先锋王国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王国他们所报名 KVK 的情况，这些各位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呢？目前看下来就只有一个提到的王国是报名其他的剧本，就是1606他们报名了奥尔良之围，剩下的王国他们全部都是报名英雄战歌，所以这一次匹配成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也有一些意外啦，可能官方他们会把他们搬去别的地图，比方说奥尔良之围，又或者是英雄战歌可能匹配成功，但是会在不同的地图里面出现也说不定。那当然的，匹配成功只是第一个部分而已，还有更加困难的部分就是外交方面要怎么去谈判。还有在想另外一个可能呢，有没有可能93跟2489在同一个阵营里面这个我是不想要看到的情况啦，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的话，他们的素质应该会非常高，并且有极大可能3672会成为某一个王国的配件。我觉得如果3672跟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地图里面，比较大可能会成为2489或者是1093的配件啦，因为他们这两个王国的实力跟其他的先锋王国差距是比较远一点的。如果3308、1981还有2359他们还有额外多一个配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外交的谈判，又或者是实力，可能他们的数据会比较偏高一点。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有配件呢，我觉得都是一些实力偏低一点的王国，而不是像3672这种质量比较高的小先锋王国这样子。那么以上就是各个王国报名 KVK 的情况啦。当然如果之后他们可能从这个地图移去别的地图了，或者是发生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之后还会再更新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觉得怎么样呢？你们期不期待这场先锋对决？这一次的主角不再是1093、2489又或者是960了，变成了3308、2359跟1981，你们又期不期待他们的表现呢？你们会比较支持哪一个先锋王国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